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，听我跟您闲话日本。哎呀，这一转眼都8月份了啊，咱们这频道才新年的第一更，对不住各位老观众。我在日本是做医疗的嘛，这一转过年来日本的这些海外的客人，体检的、治疗的，好像一下就变多了，所以我这儿也就变得特别的忙。您想啊，今年我光是去国内出差，都已经去了4趟了，这也是刚回到东京来，赶紧着跟您聊聊天儿。当然了，回国还是很美好啊！工作之余，各种美食，还见了好多的好朋友，聊天开心。您看，像我这个岁数，跟朋友吃饭，一聊天很难避免的一个话题，一定是孩子的教育。经常啊，有国内的朋友问我说日本人平均素质好像还不错啊，又有什么工匠精神的，是不是上学也特别的卷呀？或者说日本这帮孩子上学都学点什么呀？是啊。这帮孩子都学点什么呀？好像是跟国内不太一样。您看我来日本之前啊，小时候也在国内，从小学上到大学16年，然后工作了2年以后来的日本嘛。我印象里边好像在国内上学，对于名次这件事儿特别的重要，考试排名、运动会排名，就是感觉总要在人堆里边给你标注一下，谁比你强，谁不如你的，必须得一目了然。日本好像。至少在我见过的大多数的教育机构，它不是这样。你比如说幼儿园吧，国内幼儿园现在什么样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日本是这样，就是干什么事儿都是集体活动。比如说早上孩子们来了，你得出门溜达溜达呀，干什么呢？啊，组织孩子们一起去挖白薯，一堆孩子呀到那个白薯地，老师这边给准备了点简单的小铲子啊什么的，然后撒开了，你们自己去挖去吧。愿意用工具还是用手刨随便，老师的任务就是看着点儿别受伤。那白薯挺大个的呢，那这帮孩子就必须得合作，所以几个人一组，忙活一上午，最后抬着自己的战利品高高兴兴回到幼儿园。还没完，一块还得洗这个白薯，七手八脚的做点粗加工，交到厨房，中午就吃自己的劳动成果了。那肯定吃得香啊，要是还能剩点呢，晚上回家还能给家长带个小礼物。就日本好像这种集体生活特别的多，上学也是，比如小学运动会，全校孩子抽签分成2组，红组和白组，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帽子，一面红一面白，哎，您抽中了哪面就戴哪面，日本国旗的2种颜色嘛。运动会所有的项目都是红白2组的 PK， 什么拔河呀，或者是弄个巨大的球，2组孩子推着赛跑什么的。最终的结果呢，就是看哪组赢得多。比如说今年红组赢了，那高兴啊，各种欢欣鼓舞。再看那边输了的白组呢，一帮孩子难过的闷闷哭。哎，也挺好，集体意识嘛，荣辱与共。那说上学具体都学点什么呢？日本也是9年义务教育啊，但是他这个义务教育的目的，我感觉更偏重于怎么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一个人。给您讲讲我的经历吧。好多年前啊，陪着我们家小孩去参加日本小学1年级的开学典礼。那学校校长上台致辞嘛，首先欢迎各位小朋友，因为小学是你们正式进入社会的第一站。在这个学校，在今后的6年里边，你们只要学会3件事儿，就是一个合格的小学毕业生。哪3件呢？第一，无论任何时候，不管什么情况，首先你保护好自己的安全。安全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是第1点。第2点呢，见着老师，见着你的长辈，哎，你得学会打招呼。第3点，你身边这些同学小朋友，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也不一定非要跟他做朋友，但是你得学会怎么尊重他。就这么3条，好像是不太一样哈。接着说啊，9年义务教育后边这3年，我又陪我们家孩子参加了初中1年级的开学典礼。哎，这回更省事，3年的初中，你只要学会1件事就行了。什么呢？就你身边这些个老师，你的家长会对你说好多的事情。那这些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，你得自己能够判断。换句话说，得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。当然了，这个判断的标准你可能还不清楚，这个时候可以参考借鉴老师和家长的意见。但还是那句话，你得自己判断这些意见到底是靠谱还是不靠谱。当然了，学校该学的知识也还是有的。
数学、国语、地理、历史、英语什么的，跟主流国家完全同轨。但是什么游泳这样的生存技能、做饭、家政这种生活技能、各种运动锻炼，那也是一样都不能少。日本义务教育的底层逻辑，在我看来啊，还是偏重于教做人。至于你想考个什么好学校，自个儿愿意多学点知识，这个有专门的校外补习班，日文叫塾，私塾的塾，您单花钱自己卷去，这是您的权利。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这样分工的好处呢，就在于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自由的成长空间。所谓的自由啊，就是你不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可以不用做。在日本，就算你长大了去餐馆刷盘子、去便利店收银这种简单的工作，一个月也能挣个20-30万日元呢，不比那些公司白领少多少。但是义务教育说白了，只是在为你今后的人生打个基础。就像盖一座房子，有一个夯实的地基了，以后你想盖成什么建筑都没问题。日本教育的架构大概就是秉承了这么个理念吧。再说您想想，一个小学生、初中生掌握那么多知识，可能还真是除了考学，参加个什么知识竞赛的，也真没什么大用，以后可能也用不太到。就像我小时候学那些几何代数、方程式的，早就忘光了，平时也用不上。倒是怎么学做人这件事儿，随着学，随着就能用，还能随着巩固，而且能一直用一辈子。到底什么样更好啊？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大家仁者见仁吧。好吧，这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觉得还行的话呢，随缘给我点个赞，订阅一下。关于日本的更多的内容，咱们后边接着聊。